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今天是2022年的4月15号，今天是星期五，每天晚上北京时间、台湾时间的10点30分。理查老师会在 YouTube、脸书还有 Twitter 跟大家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来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第一件事情就是帮理查老师点赞。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这个 application Handbook 是个 online dictionary application， 它是免费的 ，it is free。你可以下载这个软件来支持理查老师，然后你也记得要使用 invitation code VIP111。好，那理查老师先跟各位同学打招呼。第一位同学是海山小土豆，来自纽约的海山小土豆。哎呀，海山，你好像1-2天没有来上课了，对不对？海山，好，春娇阿姨，你好。好，再来我们的米磊同学，明哥了吧？还有小忍，诶，小忍你也好几天没有来上课了哦，老师都记得你们哦。好，维凯来了哦，维凯小土豆晚上好。还有美玲，美玲你好。Norbert 小土豆欧啦，还有 Penguin 小土豆欢迎，还有这个Naga 怎么念？Naka OK Naka。Romus 你好，老师很开心能够看到 Romus 每天都来上课哦。好，裴静裴静小土豆欢迎。裴静，因为梅老师说这个英国现在是复活节嘛，所以他要跟小孩子去这个度假，所以呢，今天梅老师没有办法来今天就由理查老师一个人来上课哦。好，今天梅老师要陪小孩子，要陪家人，所以没有时间哦，没关系。好，露露同学晚上好，洪冲你好，还有阿能，明个了吧？好久没看到阿能了哦，阿能最近在做好事情哦，星期日可以来告诉老师，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好，雪峰你好，还有这位同学是脸书的朋友，老师看一下脸书的朋友是谁，在脸书也可以听到跟看到老师的直播课。好，赛同学脸书的赛同学欢迎，还有我们的 Dallin 你好，好久没看到 Dallin 了，欢迎你 Dallin 小土豆。还有 Juten 说老师来凑个热闹，好，欢迎你来凑热闹哦。好，向才，哇，好久没看到向才了，欢迎你。丽娜同学欢迎，还有我们的这位同学是 Beeston 是新同学吗？欢迎你哦 Beeston。还有我们的 C2 也是新同学吧，欢迎你。还有 Olala 应该也是新同学，欢迎你哦。还有Budi 也是新同学吗？欢迎你哦。还有 Lilalor 欢迎你，还有 A 呀你好 Hardwin 小朋友 Apakaba， 还有珍珠欢迎珍珠。好，那还有 Punt 脸书的 Punt 同学欢迎。好，各位同学，那么今天呢，按照惯例，理查老师说按照惯例就是 according to our as usual 的意思as usual 按照惯例。好，按照惯例呢，我们来练习中文的数字。按照惯例，就是 like as usual follow the example。好 ，OK， 按照惯例，我们来土耳其的朋友Assalamu alaikum， 土耳其对不对好，按照惯例，我们要来练习数字按照惯例，哎呀，老师也不晓得按照惯例的英文是什么。It's like as usual。OK， 按照惯例呢，我们来这个学习一下，来练习一下我们中文的数字。今天11242，11242，我们再看一次11242。好，要怎么说11242呢？好，11242中文要怎么说呀？米磊说今天新同学很多
老师越来越火了，哇，老师好开心！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帮理查老师推广，帮老师 promote 我的 channel， 要介绍给更多你的朋友，好不好？老师希望越来越多人来看我的频道哦。好哦，珍珍来了，欢迎珍珍小土豆哦，土耳其的这个 Beaston， 你好，欢迎，还有我们的 Bobo 同学，还有 Fanny， 欢迎 Fanny， 还有谁？Hardway 说我家有月亮，哇，好久没看到 Fahim 了哦，好久没看到你了哦，欢迎你。好，还有寇同学欢迎。好，11242中文怎么说呢？Buddy 说11242，答对。美玲12242，答对。裴静11242，答对。维凯11242，很好。小忍11200，不是200哦。这个小忍我们会说200，不会说200哦，所以是200。阿能也是，我们是242。有的 region 有的地方真的会说200，不过大部分的地方都会说200，大部分的地方会说200哦，所以你们用200会比较好。好 ，Juten 说11200，用200比较好哦。洪冲11200，200比较好。好 ，Norbert 答对了 ，Norbert 说11242，珍珍11242，答对。米磊11242，答对。寇同学11200，我们比较常说242哦。哎呀，11242，很好。好的，各位同学，正确答案是11242。Hello Miss Mary， 你好 Miss Mary。好 ，Bobo 说11200，哦，242。雪峰11242，很棒。好，每天都要练习数字哦。好，老师今天跑了11242步，老师很努力，每天很努力的在跑步，因为老师想要减肥 ，I want to lose weight。老师好想减肥啊！理查老师想要减肥 ，I really want to lose weight。哦，吃太胖了，要减肥一下。好 ，lose weight 减肥。哎呀，老师想要减肥，哦，减肥。好 ，OK， 还有我们的 Puna 老师11242，Puna 老师你来，Puna 老师真的是来凑热闹的，他一定会的嘛，哦，一定会的。老师看起来不胖啊，真的很胖，Puna 老师，我真的很胖，哇，我超级胖的。好，哦，每天都在做运动，怪不得壮如牛。这个要怎么说？力壮如牛吗？哦，唐龙说要更多肌肉。唐龙，你看起来蛮 muscular 的啊。唐龙看起来应该是蛮那个 muscular 的感觉哦。好，胡文卓，欢迎你。好，那我们赶快来上课吧。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单词就是弱不禁风。弱不禁风，你们要跟我一起念哦。弱不禁风。好，这个成语啊，还蛮常用的。这个弱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各位同学，弱就是虚弱。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什么时候会虚弱吗？你们可不可以告诉理查老师，什么时候人会变得很虚弱？什么时候人会变得很虚弱？虚弱就是 weak。你觉得什么时候你会变得很虚弱 ？When will you become weak？ 什么时候你会变得很虚弱呢？好，郑时光对 weak， 这个弱就是虚弱。理查老师觉得对，丽芬说的很好，生病的时候 when you are ill， 生病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虚弱。所以这个弱不禁风啊，是形容人有时候生病了，有时候这个抵抗力不好哦。哎，很好，裴静说伤心失望的时候会很虚弱，然后美玲说对，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你会很虚弱，这个弱就是虚弱，虚弱就是被别人欺负，你哭的时候，对，生病的时候，喝醉啊，喝醉的时候，对啦，也会变得很虚弱。
当我们觉得无可奈何的时候 ，we don't know what to do。当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 ，we have nothing to do。We have nothing to do. We cannot do everything about it。好，不吃饭的时候，对，也会很虚弱，吃不下，生病的时候，很好。所以各位，哎，佩佩猪来了哦，佩佩猪你好。所以各位同学，弱不禁风啊，就是通常讲一个不就是 cannot，禁就是忍耐的意思。好，各位同学，这个禁啊，其实就是 endure， 就是忍耐的意思。我们中文说忍耐。风你们知道吗？咻，那个 wind 风，对不对？那各位同学，你很虚弱哦，对，失恋的时候，失恋的时候会很虚弱，对啊，我们美玲说的，这个禁就是忍耐，那不禁就是不能忍耐 ，you cannot endure。风就是，所以各位同学，弱不禁风是什么意思呢？弱不禁风就是你很虚弱，然后呢，风一吹你就倒了，风一吹你就 fall to the ground。所以弱不禁风就是说 you are too weak to stand up to the wind。你风一吹你就倒了，因为你太虚弱了，你太 weak， 你太 fragile 你就是弱不禁风的人。好，所以我们说虚弱，没有抵抗力。抵抗力叫like 抵抗力是 resistance 吧 ？resistance， you don't have any resistance。然后风一吹你就倒就是 you fall to the ground。风一吹你就倒了，所以这个人一定很虚弱，所以风一吹就倒了那简单说就是 very vulnerable， 很容易受到伤害。vulnerable 就是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你太虚弱了。vulnerable 很容易受到伤害好，所以呢，虚弱的时候经不起风吹雨打 ，vulnerable。弱不禁风就是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你可以说理查老师弱不禁风，表示理查老师身体很虚弱，很容易生病，很容易受到伤害。这样的人就是弱不禁风呀 fragile， 我觉得蛮像 fragile 的意思好，付电费的时候，我的弱不禁风 ，we don't say that，Norbert， 我们不会说弱不禁风的 bank account。Hello， 贝拉尔，你好。成绩不好的时候会弱不禁风吗？不会，不会虚弱。Biston， 成绩不好的时候你应该是难过，不是虚弱。虚弱是 weak。Talking about your weak, maybe your body, your health。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看看哪些人会弱不禁风。所以各位同学，等一下你们要学习弱不禁风这个成语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不可以用好。对，这个 Romus 老师现在告诉你，弱不禁风常常用在哪些人身上？我们很重要，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弱不禁风。像理查老师绝对不是弱不禁风的人，因为老师看起来不是很虚弱的人，对不对？那像米磊说的，阿能经常生病，他是个弱不禁风的人。可以好，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人容易受到伤害。对，女人弱不禁风最常形容的就是很虚弱的女生。好，各位同学，弱不禁风会用在哪些人身上呢？我们通常用在女生，最常用的就是女生，最常用的是女生。这个女生很柔弱，我们会说楚楚可怜，对不对？但是楚楚可怜是你爱她，你会喜欢这样的女生。通常我们不会喜欢弱不禁风的人。我们上个星期学到楚楚可怜，楚楚可怜是她看起来很柔弱，但是你会喜欢她。楚楚可怜是很讨人喜欢柔弱但是讨人喜欢柔弱但是讨人喜欢。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不一样了弱不禁风，你不太喜欢弱不禁风的人吧如果是楚楚可怜的女人，
她很柔弱，但是哇，好可爱，你会喜欢这样的女人哦。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有人说哇，立新你楚楚可怜，你要觉得很高兴，因为楚楚可怜应该你是讨人喜欢的，你很柔弱，但是你是讨人喜欢的。但是如果你说立新你是个弱不禁风的女人，那这样大家可能会觉得too weak，可能会有点不太喜欢，表示你太容易生病了，身体不好，健康不好哦。好，所以楚楚可怜跟弱不禁风是不一样的哦。弱不禁风的女人是怎么样的女人？你们告诉老师。如果这个女人弱不禁风，她会怎么样？你们猜猜看。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她会一定会常常生病吧？健康不太好，常常生病。然后呢，她的脸色 pale，她的 face 是 pale 的，苍白的哦。好，各位同学，弱不禁风的人啊，他的脸色通常是苍白的，通常是苍白的哦 ，pale， 苍白就是 pale， 不健康的白，对，常常生病。弱不禁风的人一定常常生病。那老师觉得弱不禁风的女生脸色很苍白，就是 very pale， 都白白的，不健康的颜色，不健康的颜色哦，脸色通常是苍白的，苍白的哦。好，这个 Mate 问老师说，明天有，各位同学，明天下午4点，老师有上 HSK Level 1哦，有。好，这个同学说，我的妹子总是跌倒，我认为她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可以，很好。还有刚刚还有谁？好，这个 Buddy 说，他那弱不禁风的身体 body 身体，经过1年多的锻炼，终于变得又强又壮。哇，Buddy，你这个句子太棒了，很好的句子啊。好，阿能说，这位老人已经不用倒了。阿能，这位老人一把年纪了，还能跳水，他绝对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哦。好。好的 ，OK，还有谁会弱不禁风？各位同学，这个是老人，有些老人身体不好，走路一拐一拐一拐的，常常生病，有很多慢性病哦，他有很多慢性病，有很多基础病啊，有很多慢性病。慢性病是什么？像糖尿病糖尿病、高血压哦，糖尿病，诶，等老师一下，糖尿病，对，还有呢，像高血压哦，这些东西都是慢性病哦。有些老人他有慢性病。好，哦，我不是弱不禁风的人，这个句子可以。各位同学，你像有的老人家，你像这个老人，他呢会有慢性病，糖尿病 （diabetes）、高血压 （high pressure）。这样的疾病常常会让这些老人弱不禁风的，风一吹他就倒了，很虚弱，也常常要去医院。这种老人也是弱不禁风的老人。你可以说这位老太太弱不禁风，你可以这样说：这位老太太她有糖尿病，也有高血压，她弱不禁风，or 她是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太太，都可以哦。他独自站在那儿，看上去弱不禁风。可以。棉老师今天有事情哦，他今天没有办法来哦。好，好的。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弱不禁风？如果你看到路上有一只可怜的小狗或小猫，很可怜，你也可以说它弱不禁风。这只小狗弱不禁风的。哦，这只小狗呢，你看好可怜的样子，好像生病了。你可以说这只小狗弱不禁风，可以形容动物啊，可以形容动物，也可以形容小孩子。这个小男孩弱不禁风哦，这个小男孩弱不禁风哦，也可以。好，胡文卓说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不要变成弱不禁风的人哦。
好好就可以了，不用好好儿，不用了，好好就可以了。灾害，灾害我们不会用灾害吧？哦，灾害不会用在灾害，哦，我们会用在人，最主要是用在人或动物身上，最主要人或动物身上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会怎么用，很简单，各位同学，超级简单的，你只要说主语加上弱不禁风就可以了，你可以加个的，弱不禁风的也可以，主语弱不禁风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句子，他小时候体弱多病，他小时候体弱多病，弱不禁风。好，各位同学，小时候就是当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哦。那这句话表示他现在不是这样的人了啊。他小时候 when he was a kid， 小时候当这个人年纪还小的时候，他体弱多病，身体很虚弱，然后有常常生病，这个多就是常常，身体很虚弱，常常生病。各位同学，体弱多病也是一个成语，体弱多病也是一个成语。它的意思就是身体很虚弱，常常生病，这样的成语你可以把它学起来。体弱多病很常用，很常用。好，而且呢，弱不禁风表示非常的虚弱，而且呢，very weak and fragile，非常虚弱、脆弱啊。好，老师什么时候上 HSK 第5集？下星期了哦，下星期了哦。各位同学，老师现在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小时候是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请问你小时候是不是一个体弱多病？你也可以说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的人。好，老师问你这个问题哦，请问你小时候，各位同学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理查老师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们，请问你小时候 ，when you was a kid，当你年纪很小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体弱多病、身体很虚弱、常常生病、弱不禁风的人？有的人小时候常常生病哦。好，贤信说，我小时候也容易生病，很弱不禁，不用加很。贤信弱不禁风通常不加很，你就说弱不禁风就可以了。我小时候容易生病，弱不禁风就可以了。哦，受害者，可以啊。如果受害者灾害的受害者也是那种很虚弱的话，你可以说他弱不禁风，可以。是不是？你小时候是不是一个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的人呢？向才说不是，向才小时候很健康，他不是一个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的人。丽芬说：老师，我小时候很健康哦，我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很好，好，这位同学也不是，美玲也不是哦。珍珠说：“小时候我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我不是一个弱不禁风、体弱多病的人。小时候我没有弱不禁风就好了哦。”月珍珠，小时候我没有弱不禁风，我小时候是个体弱多病的人。OK，米蕾小时候啊是个体弱多病的人哦。米蕾小时候常常生病，哇，那你爸爸妈妈很辛苦，照顾你很辛苦。立新说不是不是，向才说有时候我会抱病上课。OK，哦，Putri 说我不是个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在外面玩，很好。C 控也不是，文卓也不是，理查老师小时候，各位同学，老师告诉你哦，理查老师小时候是个体弱多病的人，常常生病，有时候拉肚子，有时候呢身体不好，有时候会发烧，有时候常常感冒，所以理查老师小时候是个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的人，后来慢慢长大了，身体才好一点哦，身体才好一点。好。哦，这个 Ramos 说，老师，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弱不禁风啊。这个 Ramos，你的经写错了啊、
手术后弱不禁风的。Norbert， 你动了什么手术啊 ？Operation。贝拉尔也不是体弱多病的人。那很好，你们都很健康，你们都很健康。珍珠小时候跟理查老师一样是个体弱多病的人。好。布迪小时候体弱多病，那现在基本上已经改善了。现在基本上情况已经改善了哦。OK， 很好。好的，体弱多病，弱不禁风。好，佩佩猪说，我小时候不是一个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的人，但是佩佩猪有哮喘，就是呼吸有困难。呼吸会有困难。OK， 好。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成语。第二个成语叫做捧腹大笑。哇，这个成语好简单哦。捧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同学，捧本来的意思是这样子，这样子用手把它举起来，这个叫捧。这样的动作叫捧。捧也有抱的意思，捧的意思是像这样子理查老师把这个东西捧起来，捧本来的意思是这样，捧起来。捧也有抱的意思，抱的意思好，捧的意思，所以这里是抱 hold or hug。 腹就是你的 belly， 腹就是你的肚子你的肚子叫做腹我们常常说腹部，你们一定听过胸部、腹部，对不对？好 OK， 所以这个腹就是你的 belly， 你的肚子，你肚子那个地方叫你的腹。抱着肚子大笑。好，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很简单，你就抱着肚子，哈哈哈笑了起来这个成语啊很有意思。捧腹大笑就是你抱着肚子哈哈哈这样笑起来了而且你笑得很大声，你笑得很开心，你笑得很大声，叫捧腹大笑。这个成语很常用2020年的时候 Norbert 做了肾脏移植手术所以那个时候他弱不禁风的。我了解了老人被认为是体弱多病的人，对，老人的身体比较虚弱好不是扑腹是捧春娇是捧就是抱着肚子哈哈哈这样笑，表示你觉得很好笑，你觉得 very funny very hilarious， 你觉得 very interesting， 你觉得很好玩很好笑。捧腹大笑表示真的太好笑了，你忍不住就笑了出来，太好笑了好，捧腹大笑。都把我捧腹大文卓不是这样用，我们等一下来学习怎么用捧腹大笑好，故事还未讲完，大家早已捧腹大笑起来。好，可以，很好的句子。好，什么叫捧腹大笑？就是抱着肚子大笑，表示你遇到了非常好笑的事情，好，各位同学，所以要怎么用？很简单，主语加上捧腹大笑，你可以加上了起来。我们常常说捧腹大笑了起来捧腹大笑了起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小丑的表演让我们捧腹大笑了起来。小丑的表演让我们捧腹大笑了起来。什么意思？你们看到了小丑的表演，哈哈哈，好好笑哈哈哈，你就忍不住 ，you cannot control yourself and you laugh out loud， 你笑得好大声，而且你抱着肚子，哈哈哈哈，这样笑起来。小丑就是 the clown， 小丑，这个就是小丑。好，这个中文叫小丑。好，表演是什么意思呢？表演就是 performance。好，让就是 make us， 捧腹大笑，哇，你觉得很好笑。了起来就是 give something a do，
give something a start, which means you start doing something. 了起来 means you start to doing something. 我们通常会加个动词了起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语法，表示 start doing something. 好，这个语法要记起来 verb 了起来 you started doing something. 所以捧腹大笑了起来 means you start laughing out loud. You start laughing like very hard. OK, verb 了起来 you start doing something. OK, 好。幽默的人常让别人捧腹大笑。OK， 可以，很好。对 ，Sikon 这个很好。捧腹大笑跟哈哈大笑是同义词哦，同义的成语，可以哈哈大笑了起来。你可以说小丑的表演让我们哈哈大笑了起来，可以。文卓说听了他讲的笑话，让我捧腹大笑了起来。加个了更好，非常好，非常好的成语啊。当老师做表演，丽芬，你不用说做个表演，你说表演的时候，当老师表演的时候，我捧腹大笑。当老师表演的时候，表演 can be a verb。当老师表演的时候，我捧腹大笑，可以。好的，没问题。黄渤的脱口秀 talk show 真让我捧腹大笑。黄渤的脱口秀真让我捧腹大笑。我觉得不用用真了哦，阿能，黄渤的脱口秀让我捧腹大笑了起来。世界需要更多的笑声 ，of course， 很好的句子，很好的句子哦。好，各位同学，捧腹大笑就是你像这个女孩子，她忍不住哇，一直笑，哈哈哈，这个叫捧腹大笑，她忍不住了。很开心的这样笑起来了哦，捧腹大笑。好，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啊，各位同学每天都要笑哦，我觉得每天都要笑哦。你每天都笑，你会很开心哦，所以你每天都要常常要保持你的笑容 ，keep your smile，keep smiling 叫保持笑容。我们每天都要保持笑容啊，保持笑容。Keep smiling face. Keep smiling. 好，各位同学，不要每天愁眉苦脸哦。好，各位同学，你不要每天这样子，这样叫愁眉苦脸。愁眉苦脸，我们每天要保持笑容哦。我们不要愁眉苦脸，不要愁眉苦脸。好的，所以各位同学，愁眉，你的眉毛这样子很忧愁 ，very blue, depressed， 然后苦脸 ，bitter face means very depressed, very sad。不要愁眉苦脸，我们要常常微笑哦，我们要常常微笑啊，常常微笑。好，我们要 keep smiling， 要常常微笑哦。哇，大家在写句子了。巴卡说小丑的表演很搞笑 ，of course 可以啊，很好的句子哦。丽芬说他觉得 Budi 是个汉语老师，为什么？我看一下 Budi 做了什么事情。Budi 的句子都 very authentic， 所以他的中文非常好。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Budi 你是汉语老师吗 ？Budi 好，还有谁？脱口秀的时候，真可让观众们捧腹大笑就好了，不用的哦，不用的。听他说笑话后，我忍不住捧腹大笑了。可以，忍不住就是 cannot help， 很好的一个用法。忍不住就是 you cannot control yourself，cannot help， 忍不住哦。这位演员的表演总是让所有的人捧腹大笑 ，very good。Putri 说看包贝尔的相声。我就捧腹大笑了起来，憋不住了。很好的句子，很棒啊！笑口常开 ，keep smiling。各位同学，我很喜欢文卓的这个成语。我们每天要
笑口常开 ，keep smiling face。各位同学一定要每天要开开心心的哦。可能你会遇到一些让你很伤心的事情，但是呢，你要笑口常开，开心一点，好，要开心一点。不是忍不住，不是对不住，对不住是对不起的意思。这位同学，你是我看一下哦，束缚啊，束缚，忍不住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对不住是对不起的意思哦。各位同学，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对不住 means I'm sorry， 忍不住是 cannot help， 意思完全不一样哦。好，好的，笑笑百年少，瞅瞅一瞅白了头。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下一个成语啊，很常用，叫做抱头痛哭。抱 hug hold， 应该是 hug 比较好 hug。好，抱头痛哭头，抱头痛。各位同学，我们中文常常说痛哭 ，that means you have a big cry, you big weep， 你哭得很伤心，叫痛哭。痛哭是很常用的一个动词哦。痛哭就是 you weep sadly， 你很伤心，很伤心的哭，叫做痛哭。这个是很常用的一个动词，痛哭。你可以说这个阿能痛哭了起来。阿能找不到女朋友，痛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因为他找不到女朋友哦。那你也可以说这个，你可以说裴静，裴静呢没有办法跟王嘉尔结婚，裴静痛哭了起来，哦，哭得很伤心，因为裴静没有办法跟王嘉尔结婚，他哭得很伤心，哭得很伤心叫痛哭，痛哭。那这个成语叫抱头痛哭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你一个人这样抱着头，哭了起来。哦，第一个意思 ，the first meaning， 你抱着自己的头 ，you hold your own head and weep sadly， 你抱着自己的头，很伤心的哭了。哦，你说阿能找不到女朋友，为什么我找不到女朋友？为什么我有那么丑吗？为什么我找不到女朋友？阿能就抱着头哭了，伤心的哭了起来。第一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好，好的。那第二个意思，抱头痛哭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以上，可能三个，可能四个。抱头痛哭可能是两个人抱着哭，可能是两个人抱着哭，很伤心的哭。像这个图也是抱头痛哭，因为两个人都很伤心，所以你们抱在一起哭。这个也是抱头痛哭。我们有两种 situations 可以用抱头痛哭哦。好，好的，你可以一个人哭，你也可以两个人哭，你也可以三个、四个、五个人抱在一起，like you hug together and weep sadly。OK， 可以三个、四个一起抱头痛哭。哦，好，这样听得懂了哦，抱头痛哭。好，好的，那各位同学，抱头痛哭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什么样的情况你会抱头痛哭呢？伤心 ，when you feel sad， when you feel depressed， when you feel depressed， 你觉得伤心难过的时候，有时候你是觉得很感动，这个事情让你很感动 ，something that touches you，something that moves you，OK，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move，OK，好，大哭常常指两个人或多人抱在一起大哭哦，所以这个叫抱头痛哭。可以一个人，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很多人，两个人或很多人哦。好，好的，抱头痛哭。理查老师把不是这样用，不是雪峰，等一下老师教你怎么用哦。巴卡，巴卡的女朋友给他吹了。哦，巴卡被女朋友抛弃了吧？是不是？You're dumb. You were dumped by your girlfriend，对不对？巴卡
被女朋友抛弃了，他忍不住抱头痛哭。好，巴卡，这是你的 experience 吗？巴卡，这是你的亲身经历吗？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好，巴卡，这个老师告诉你哦，巴卡被女朋友抛弃了。巴卡被女朋友抛弃了。抛弃就是 you're dumped by your girlfriend。巴卡 was dumped by his girlfriend。所以巴卡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那么帅？为什么不要我了？他就忍不住抱头痛哭啊、哦！好，巴卡 is that true? Is that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好，他回家的路上，一听到家破人亡的消息后，既捧腹大笑，又抱头痛哭。不会这样说，阿能，你可以说又哭又笑。哦，又哭又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我们可以说又哭又笑，或者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It's like very complicated emotions altogether。阿能，你可以说有人遇到了一件事情啊，他很难过，又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因为太难过了，所以他遇到了一件事情让他哭笑不得哦，或者又哭又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哦，我们会这样说哦。Romus 说这个青蛙这样哭，那 Romus 就永远不会忘记抱头痛哭这个成语了哦。对，这样就是抱头痛哭哦。好，很伤心的青蛙。好 ，OK。好，那这样我教各位同学怎么用好了啦哦。好，来主语加上抱头痛哭就可以了。So easy. Chinese, it's so easy. Subject plus 抱头痛哭 is done 就好了哦。好，你也可以加了起来 ，just like what I have said. It's like start start doing something. OK， 了起来 means start doing something. OK， 战争终于停止，罗素和爸爸忍不住抱头痛哭。好，各位同学，战争终于停止。战争 the war 终于 at last or finally 停止 stopped。战争终于停止 the war finally stopped。好，战争停止了，对不对？所以罗素跟罗素的爸爸一定很感动，他们一定很感动。They feel touched, they feel moved, they feel so happy about it because the war finally stopped. So they feel moved, they feel touched, they feel happy about it. So you can use 抱头痛哭 for something that touches you or like makes you happy. Okay, you can do that. You can use 抱头痛哭 for this situation. 所以战争终于停止，罗素和爸爸忍不住，忍不住 means couldn't help, cannot help。忍不住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you cannot control your emotions。你控制不住自己，我们就可以说忍不住。他们忍不住就抱在一起哭了。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抱头痛哭就像这样子，罗素跟他爸爸知道了战争终于停止了，他们太感动了，他们抱在一起，很伤心的哭了，很感动的哭了。哦，好，这个叫抱头痛哭。唉，战争终于停止了，我们可以过着和平的日子了。哦，所以他们抱头痛哭了起来。好，理查老师看到这个月的电费之后，一直抱头痛哭。呀，OK， 你可以说我跟哥哥抱头痛哭了起来。好，对我们这个 Nekha 说的很好哦，这个我们中文说一天三大笑，一天三大笑，这是中文的一个俗谚了哦。中文有一个俗谚叫一天三大笑，它的意思就是
你每天都要大笑3次，你每天都要 have a big laugh, have a belly laugh for 3 times， 每天都要大笑3次，你身体才会健康，你才会过得开心快乐。所以这是个中国的俗谚，叫一天3大笑，就是要你每天要常常笑口常开，要常常保持微笑啊。好，我看看你们的 example。兄弟俩想到将要分离，不禁抱头痛哭。很好的句子，不禁就是忍不住的意思哦。好，这个忍不住你也可以用不禁，两个都是一样的意思哦。很好，不禁。你也可以用不禁，不禁也是忍不住的意思，他们两个是同义词。罗素和爸爸不禁抱头痛哭也可以哦，不禁就是忍不住的意思，他们是一样的意思哦。好 ，very good， 这个 Buddy 的句子非常好。巴卡说，小王因为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拒绝了他的求婚，所以他一天到晚包头 rap 抱头。不过巴卡你的句子蛮好的哦，你的句子很好。他感到心碎的时候，Sicon 你这样说就好了。他心碎的时候，他感到心碎的时候，他为什么感到心碎呢？可能他的女朋友抛弃他了，他感到心碎，忍不住抱头痛哭了起来。不用再说让他了，忍不住抱头痛哭了起来。哦，普曲说，刚刚理查老师说中文很容易，我忍不住抱头痛哭，心里说我太难了。哦，好，我的女朋友甩了我，我抱头痛哭。好，我的女朋友甩了我，甩了就是 be dumped， 就是女朋友不要他了，女朋友不要高洁了，高洁抱头痛哭了起来，抱头痛哭了起来。哦，好，文卓这个太棒了哦，听到公司倒闭，不用加了，听到公司倒闭的消息，职员们都抱头痛哭了起来。好，那个了不要，这个句子非常好哦。听到公司倒闭的消息，职员们都抱头痛哭了起来。理查老师跟青蛙抱头痛哭了起来。好，1914年青岛被日本占领之后，青岛人们都抱头痛哭了起来。哦，抱头痛哭了起来。好，各位同学，理查老师告诉你哦，通常抱头痛哭是指2个或多人，比较常用。Like 90% we will use for many people。一个人的情况比较少，有，但是比较少。所以各位同学，抱头痛哭通常 usually is for 2 people or more. They hug together and weep sadly. 通常是2个人以上的情况比较多，一个人也会，但是没有那么常用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各位同学，你如果用抱头痛哭的时候，最好是2个或很多人，我们才用抱头痛哭会比较好一点哦，会比较好一点哦。好的，我们今天学了3个成语。第一个成语叫做弱不禁风，就是很虚弱，好像常常生病，风一吹你就倒了，很虚弱，很容易受伤害的人，或小动物 animals, pets, or like babies。第二个成语叫做捧腹大笑，你抱着肚子哈哈哈笑了起来，很开心或很搞笑，或者你觉得哎呀太好笑了，太幽默了哦，你就可以捧腹大笑。还有呢，第3个叫抱头痛哭，通常是2个人以上，哭得很伤心，抱头痛哭，可能因为很难过，可能因为很感动，你会抱头痛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quiz time。好，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广告时间了？对不对？哦，对啊，广告时间到了。好，各位同学，请你记得来听理查老师的课呢，
我们一定要点赞，对不对？你们一定都忘了点赞了。好，来广告时间 ，advertising time。先帮老师点赞 ，click likes now，click like， 现在就点赞。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下载 Handbook，please do。然后用我的 invitation code VIP111，OK？点赞、分享 ，share my channel and promote my channel，and thank you very much。好，我们开始吧。好，弱不禁风，捧腹大笑，抱头痛哭，看到老公穿女装，我忍不住叭叭叭叭了起来。好，你看这个老公啊，哎呀，他怎么穿成这样子呢？这个老公啊，这个 husband， 他穿成女生的样子，穿叫 wear 女装 female dress female outfit。你看这个男的，他穿女生的衣服，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哦，你会觉得怎么样呢？看到老公穿女装，看到你的老公穿女生的衣服，穿女装就是穿女生的衣服，男生怎么会穿女生的衣服呢？我忍不住 ，you cannot control yourself, you cannot help， 了起来。好，答案是什么呢？捧腹大笑。立新说：“看到老公穿女装，穿女生的衣服，我忍不住哈哈哈，太好笑了！你是个大男人，怎么会穿女生的衣服呢？笑死我了，哈哈哈！你会哈哈大笑，你会捧腹大笑，太 ridiculous 了吧？哦，好，看到老公穿女装，哈哈哈，好好笑哦！我忍不住捧腹大笑了起来。好，扣也是捧腹大笑。”好 ，CCSH 捧腹大笑 ，Fahim 捧腹大笑了起来。好 ，C 同学捧腹大笑。好，维凯也是捧腹大笑，捧腹大笑哦，都答对了。好，时光捧腹大笑，裴静捧腹大笑，捧腹大笑。好，没问题。美玲捧腹大笑，丽芬捧腹大笑。好，好的，这个很好笑，对不对？男生怎么会穿女生的衣服呢？蛮好笑的啊、哦，很有意思。好，那我们再看第二题 ，Number 2。好，弱不禁风，捧腹大笑，抱头痛哭，找到失散多年的姐姐，找到失散多年的姐姐安雅和姐姐叭叭叭了起来。找到就是 find，OK，found，找到就是本来他安雅跟姐姐啊，很早很早就分开，没有在一起了。找到了啊，我找到我姐姐了，哦，找到姐姐了。失散多年，失散就是 separate 就是失散就是他们从小就没有在一起了，哦，就找不到对方了。可能他的姐姐 get lost，所以他们没有在一起。失散了 ，they are separated。多年就是 many years，所以失散多年学起来哦，separate for years，separated for years。失散多年的姐姐，表示安雅跟姐姐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姐姐很久很久之前就跟她不在一起了，找不到她姐姐了，所以现在找到了，现在找到了。安雅和姐姐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了，所以他们见到彼此之后会怎么了起来？哦，找到失散多年的姐姐安雅和姐姐叭叭叭了起来。答案是什么？抱头痛哭。对，各位同学，如果你跟你的兄弟姐妹很久没有见面了，有一天你们终于见面了，你们一定会很感动，你们会 very touched，你们一定会抱头痛哭。哦，因为你太爱你的兄弟姐妹了 ，You love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so much。所以，如果你们 separated for years，如果你们失散多年，你们今天遇到了，一定会抱在一起的。哦，一定会抱在一起的。这个叫抱头痛哭，太感动了，抱头痛哭，不是包头哦，是抱头。抱头。美玲，
找到失散多年的姐姐安雅和姐姐抱头痛哭了起来。不是痛苦哦，是痛哭哦。珍珠抱头痛哭，米蕾抱头痛哭，好 ，Putri 抱头痛哭，贝拉尔抱头痛哭，好 ，OK，very good。小忍抱头痛哭，佩佩猪抱头痛哭，好，你们都答对了哦。好，所以各位同学，有的家人都分开很多年了，他们失散多年了，所以他们如果找到对方了，他们一定会抱头痛哭，抱头痛哭哦。好，你看这个安雅哭得好伤心哦，安雅哭得好伤心哦，她就抱住她的姐姐，很伤心的哭了起来，这个叫抱头痛哭哦。你看安雅好可怜哦。好，我们看最后一题，弱不禁风，捧腹大笑，抱头痛哭。那只刚出生的小猫看起来叭叭叭叭的。好，这题很简单啊。那只刚出生的 newly born kitten， 刚出生的小猫 kitten， 小猫就是 kitten， 看起来 looks 叭叭叭什么什么的。好，这题答案很简单，请告诉老师答案。弱不禁风，弱不禁风 ，Hardwing， 弱不禁风。好 ，Putri 说，那只刚出生的小猫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表示这只小猫好像生病了。这只小猫好像生病了，然后好像身体很虚弱。你看这个小猫啊，可能也很久没有洗澡了，可能也没有吃东西了，很虚弱的感觉。所以这只小猫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好，Fahim 弱不禁风。裴静，那只小猫，那只刚出生的小猫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好，雪峰说也楚楚可怜的。各位同学，你觉得可不可以用楚楚可怜呢？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猜猜看哦。这只小猫一定是弱不禁风，对不对？弱不禁风。这只小猫因为看起来很虚弱，对不对？而且好像生病了，好像也很久没有吃东西，很饿了。请问你们，我可不可以说这只小猫楚楚可怜？你觉得可不可以？如果你说可以，你就写可以。如果你觉得不行，我觉得这只小猫不可以用楚楚可怜，你就说不行。可以还是不可以？告诉老师。这只小猫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你可不可以说这只小猫楚楚可怜？可不可以？这只小猫楚楚可怜。好，可以。阿能说可以，可以。好，维凯觉得不行，丽芬也觉得不行，因为丽芬觉得楚楚可怜是用在一个漂亮的女生身上哦。好，巴卡说可以。好，米蕾觉得可以。好，不能用抱头痛哭吧？看起来抱头痛哭不行哦。好，为什么不行？因为各位同学，弱不禁风是个 adjective， 我们不可以用抱头痛哭哦，因为捧腹大笑跟抱头痛哭是 verb。OK，let's take a look。弱不禁风是个 adjective， 捧腹大笑 verb， 抱头痛哭 verb。我们这里你要用的是 adjective， 叭叭叭叭的，所以我们要用弱不禁风的。好，老师告诉你可不可以哦？不可以，因为只能用在女人身上。Putri觉得可以，只要觉得你想去保护她。好，老师告诉你们，贝拉尔觉得可以。好，可以。弱不禁风不一定只能用在女人身上，只要你觉得这个小动物或这个女孩子，小动物也可以，你只要觉得它很可怜、很柔弱，你很想爱它，你很想保护它，都可以用弱不禁风，都可以用楚楚可怜。所以你可以说这只小猫楚楚可怜的。因为你很想保护它，可以的。所以各位同学，楚楚可怜可以用在很柔弱的女孩子身上，也可以用在
很可怜的小动物身上，因为看到小动物很可怜，我们都会想去保护它，我们想去爱它，我们想去爱护它。所以你可以说这只小猫弱不禁风，楚楚可怜的，可以表示你想保护它，你想爱它，可以的。好，所以楚楚可怜不一定是用在女孩子身上而已，特别也可以用在小动物，可怜的小动物身上，也可以用楚楚可怜哦。好，好的，听得懂吗？了解了哦，所以你可以说那只刚出生的小猫看起来弱不禁风，楚楚可怜的，可以哦，可以。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成语上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课程，记得要帮老师点赞，然后分享老师的频道，让更多的同学来看理查老师的直播课。那明天下午4点，理查老师会教 New HSK Level 1。明天晚上10点30分 New HSK Level 4第4集明天晚上上第4集的词汇，我们明天见吧，各位同学晚安，拜拜。